乐理嘛，它确实会有一点点困难。当没做明白的时候，我不想放弃，我把自己的头发染坏，正反差那套，你晓得吧？下顿饭吃减脂餐，想想都觉得好可怕。台子一降下来的时候，amazing！ 我心态出了奇的好。听到子瑜的专辑，子瑜记住子瑜。一首歌，一场对话。我的音乐你来听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子瑜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做客。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成长，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不后退，第三个关键词是感谢，因为我认为其实它是一个追梦人的缩影嘛。而我就是那个追梦人，相信大家的身边都会有千千万万个追梦人共同在这条路上，所以也想说送给每一个追梦人，希望每个追梦人都可以努力成长，绝不后退，然后充满感谢。过年之前那段时间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去做这相关的讨论、定义，然后再开始准备去收割了。确定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正式说可以说的程度，我才是在年初的直播和大家透露。毕竟如果说空画饼也不太好。其实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当中，不只是一个演唱表演者，还可能是就是这个故事的亲临者。每一首歌呢，其实它都会有对应的曲风啊，我们要去考虑这个曲风它是否合适，它的概念是否和这张专辑去做合适的搭配。其实现在的词，我自己也贡献了一点点我的一份力吧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每个收过来的 demo， 我都会自己做一遍试唱，我们在内部讨论去选择一个我觉得这个 OK，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二次的去做改编，让它更符合这个专辑的概念和定义。歌曲我们现在定下来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找每一首歌的制作人。除了之前我们很熟悉的制作人之外，这次也尝试了很多新的制作人。其实这张专辑也有几首歌是定制的，就是我带着就是想要表达的情绪啊，还有曲风，去和老师去沟通，然后老师目前给出来的就是现在专辑的定制的几首歌，我都非常的喜欢。有没有哪一首歌的词是你参与创作你觉得特别满意的？我倒是找不出来说我觉得哪一首歌是最喜欢，我只是在某些词语上去做一个可能在韵脚搭配上，我们去换一个新的词，让它的感受更加的就是更符合我本人的一个能表达的习惯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伟伦老师，因为陈伟伦老师是我们那个有点意思演唱会的音乐总监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非常印象深的就是那个《Run It》这首歌的制作人老师贺连长虹老师，因为贺连长虹老师就非常擅长这种节奏性比较强的歌曲。经过贺连长虹老师的改编之后，他的很多的嘀咕我就觉得哇，眼前一亮，真的。因为这首歌后面有编了一些舞蹈啊，然后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听这个鼓的感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就是能接受别人夸奖的人，我只是做到了我当下能做到的全部，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于现在这个市场而言最好的。没有，因为老师们其实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，从演唱会到我们准备开始录制整张专辑，会发现其实隔这段时间，老师会说，比之前更自然了，是的，然后唱的也比之前更轻松、更放松了一些，包括在声乐的技巧上也比之前更熟练了一些。他会说，在这段时间以来的进步，我当时会觉得没白练。哇，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段潜心修炼的过程。我在这个过程的收获嘛，就是拿录歌做形容的话，其实我们在录的第一首歌叫《不回头的人》，那一天真的站在麦克风面前试唱了很多遍，都没有很快去找到一个说正式我们要录歌该要找到的就是声音状态、表演状态。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以来的，就是不管是录歌啊、学习，我们最后一首歌录的是24。那天真的哇，非常的自信，往麦克风面前一站，耳机一戴，一遍试唱，老师说可以了，我们直接可以开始正式的录制了。那天进度就非常的快。声乐技巧，其实声乐技巧相较于之前的我来说，肯定是会有很大进步的，但是也不能说哇焕然一新，肯定不至于啦。乐理嘛，它确实会有一点点困难，但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毕竟这个东西想要把音乐好好的做好，乐理是完全是不可能欠缺的，就是加油吧，就像那些专辑的那个 Run It 一样，不后退。
因为有一项陆地语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拥有了一个梦想之后，他在启程阶段其实会有踌躇，会有犹豫是否要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，同时也是想要摆脱自己原有的宿命，去追寻想要的生活的一种勇气。其实这个陆地它更像是一种我的梦想的一个寄托，它是我梦想的一个彼岸。拿我自己说的话，就像我17岁下定决心离开连云港来到北京，那个时候的北京，它其实就是我梦想的彼岸，而我就是面对未知，然后放手一搏的那个鱼。其实我觉得也很贴切啦。鱼要从水里面游向陆地，它势必要面临着很多挑战，当然，是的。其实它会经历狂风暴雨、艰难险阻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。其实我感觉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并不是一个特别敢闯的人，因为我觉得“闯”这个字它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为这个目标努力的奋斗，我要一直往前冲，对吧？那我刚来北京那会儿，我对未来的迷茫，甚至好几次想要放弃，在那个阶段的我其实是没有那么有勇气闯的。什么时候想过要放弃？哇，那真是当没做明白的时候。是不是有点过早了？哎，你不懂，就是脑子里头会有那个好难。你说人不可能说面对困难完全毫不退缩，我觉得这也不现实。但是咬咬牙就是往下做嘛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大的勇气，也是对未知的未来还是会愿意继续往下做的那个我。那什么让你又坚持下来了？我觉得就是我不想放弃。毕竟选都选了，来都来了，中国人的老话来都来了，我不能弄得好像半推不就的，我好像弄了一个就是过来玩一下，还是就体验一下就走，多没意思。那来都来，做都做就做好了，对吧？别放弃。对，其实回看一下你这几年，从你游向陆地开始，签了经纪公司，然后又参加了2档这个比赛，其实你是没有放弃的。是的，其实我也一直想说，如果1次不行的话，我们就2次；如果2次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嘛。其实总会有一天，就是说会被大家看到，哪怕没有被看到的话，其实在整个坚持过程当中，我的收获也是不少的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是把自己的头发全部都剃光。在剃光那个头发的时候，正好是1年的刚开始，刚过完年那个时候，坐在那个就是镜子面前，当时从老家直接去的那个横店剧组，我当时问老师，我说必须要剃吗？然后老师说不剃也可以啊，可以现在就走，然后拿推子就自己推掉了。现在想一想，其实，在推掉之后，我自己对生活的一个状态或观感就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之前我一直在安于现状去生活、去工作，但剃了头之后，你往往要去面临的挑战就会更多，生活上的挑战也会更多。那会儿刚大冬天的，那真是睡觉的时候脑瓜子凉啊！但是你剃光头那个形象、那个角色，粉丝都非常的喜欢的。卞姬。愿公主此生幸福。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有自信啊。观众的反馈对也很庆幸，就是说，如果后面再有机会让你再次剃光头，你会愿意吗？我会愿意，但前提是你要让我在剃光头之前狠狠的过一把染头发的瘾，我把自己的头发染坏，才能剃掉让它重新长，我 OK 的。但是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体验，然后这个头发好不容易长好养好，然后就全部都剃掉。你看我现在已经把头发染黑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染的都过于频繁，有段时间头发发质受损会有点严重，所以现在就一保持黑色。我们这次有拍古装的照片，就像我刚刚说那首歌叫《此间是少年》，其实它是一首古风的歌曲，我们就专门为此去拍了一个古风的照片。我也很久没有戴头套了，真的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拍摄整个符合专辑调性的一些封面，还拍了 MV。一些就是 PV 一些概念片啊，练习室版的都有拍，是非常丰富的一顿大餐，对于粉丝来说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但是我又不能说把这个期待值调得过高，因为其实每一首歌都像我交的朋友一样，我希望我的好朋友能和大家见面。其实，录歌就是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录音棚这个小房间里头，然后你要对这个麦克风戴着耳机去说故事。我每次
在录歌的时候，我总会就是在前奏就想象那个歌词想要去表达的情感、画面，带入到自己曾经的经历、我的过去，在这个状态下，然后再去像诉说一样把这个歌词唱出来。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作为演员对唱歌的帮助。还有一个就是唱法上的一些尝试了。其实《世界漫步》这首歌，我们会在唱法上多加一些气声，听众听起来是一种比较轻松欢快的一个状态，营造就是那种感觉身边的风景啊一直在变换，然后我像一个游戏玩家一样去领略体验这一切的感觉。有一首歌很直接，就是《致亲爱的自己》。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我在心疼我曾经的过去，其实我更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去对话。我很好奇自己曾经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是怎么样的心态，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他继续坚持下去。我觉得没什么好心疼的，因为当下那个时候的自己已经能做到自己的做最好，然后给了自己当下能给到的最好的生活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去遗憾或者是心疼。如果说回望曾经那个自己，我觉得还是蛮酷的啊。除了谢谢和加油之外，我觉得他真的蛮酷的。这首歌《致亲爱的自己》，它有一句词就是曾经被叫错的姓名，然后一个人走夜路的月色和虫鸣。其实我之前就说我这个名字它很容易打错啊，你打2个字连在一起的话，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偏旁的语啊，这样其实会有这种生活的一些小的细节的带入。如果说真的可以和曾经那个自己说话的话，真的会对他说一声谢谢吧，真的很感谢他能够一直坚持下来，成就现在的我。那就是24这首歌了。其实24它不仅是说这个我今年的那个年岁，我其实是心态上的一个变化，就像歌词里讲的是一样，我会允许一切发生，同时也会拥抱一切，继续往前走。24岁是我对我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状态，但其实我要做的事情，我要对未来的一个期待，其实是 run it， 不后退。前期我看他的介绍的时候，我感觉他是一首非常热血的一个呀，我觉得不知道概括是不是正确的。是的，他蛮热血的。是的，真的，这个歌呢，其实它会有2段不一样的 rap 组合，然后同时呢，副歌在重复的时候，最后一段的那个 dance break 也会有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听感。听下来，刚刚已经透露了这个张专辑有古风有说唱。其实致亲爱的自己，它是那种比较偏轻民谣的感觉。那个尝试的曲风真的还蛮多的。是啊，因为那个机会就这么多，我到现在出了这么多的歌曲，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曲风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你是漫长雨季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当中呢有一个情绪很 down 的 rap， 就是正反差那套，你晓得吧？然后当时录的时候，制作人老师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就难过一点、丧一点的语气去唱。”前2遍录下来的时候，感觉有点阳光啊。虽然说阳光也是好事，但你再难过一点。所以当时真的花了很长时间，我们才把说这一段录下来。所以也很希望说到时候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会觉得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，哪怕一点点我就知足了。比如说，我要惩罚自己。今天晚上回去不可以玩电脑，我要惩罚自己下顿饭吃减脂餐的，吃绿叶子，就会觉得很难过，感觉人生没什么奔头。我以为会想一些过去的伤心事，没想到是这些。其实过去的伤心事就是过去都过去了，不如说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让我难过。我觉得这2者都有吧。其实很感谢大家，因为我知道我很幸运的能被大家看到，才可以让现在的我可以坐到这里跟大家去讲话。哇，其实幸运也好，坚持也罢，我觉得无论如何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得把自己先做好。经过每一场的演出，我们一次一次的见面，我也会感觉自己很幸福，就是会被爱包裹。这份爱也会让我有足够底气对未来未知的生活，然后我也会有更多的底气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出门其实没有现在这般注意，我现在出门口罩帽子，那会儿出门就是随便搂一件衣服戴个口罩就随便就出去了。现在想想都觉得好可怕，我现在都不敢出门。会怀念那个时候吗？我觉得就是这没什么好怀念的，得到什么就要失去什么，就是这个是一个对等的。
其实我在这一年的心路历程，就是从我刚开始去年的时候，总说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的不真实的感觉，但是一场一场的演唱会，一场一场音乐节下来，真的，我真的好满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次和大家见面回去之后，我都会回味很久，很开心很久，幸福很久。我会觉得天哪，原来这个就是演出的感觉，原来这个就是和大家见面的感觉。我当然记得，我其实，在上台之前，我们所有人都是忐忑，我都非常非常紧张，当时腿都是很抖啊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呐，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台子一降下来的时候，但是音乐的前奏又响了，我必须开唱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多人？这一瞬间就感觉腿其实没有那么抖，因为你的注意力会分散。既然来了这么多人，我不能让大家白来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自己完全打开。演出完下来什么感受？我想到那个开心消消乐那个 amazing， 是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回味很久，感觉我的天哪，刚刚经历了什么？是不是在做梦啊？那种感觉。其实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大家的陪伴也好，大家的爱只会把这份压力转化为就我这样继续前进的这个动力。现阶段自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专辑的准备的时间也好，然后这么长时间自己学习啊、上课啊，其实我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去感受自己的变化和自己做比较。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说，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就是爱自己。先爱自己，然后再爱别人，因为只有更爱自己，才能感受到爱。我觉得我并不担心大家的审视或者是误解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必然的，因为作为公众人物而言，就是审视和避解是必经的经历。然后我也不担心说误解，其实我也希望说，现在误解我的人不要因为我不开心或者是怎么样，是吧？犯不着，没必要，是吧？我挺 peace。你会内耗吗？我听下来感觉是你好像都想得很开。不会，我心态出了奇的好。我不是说心大，我不是说我不在乎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其实是因为所有的事情在我的身边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我要怎么样能让自己的状态立马调整回来，就是我会第一个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说事情发生了我要怎么难过，怎么去内耗，这个会有点浪费时间，会让自己挺消耗的，不如直接去想怎么样把自己的状态更加调回来。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内心还蛮强大的一个人不错，我只是在这方面啦，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强的人。好像粉丝有说你是个小哭包，有时候也就是氛围到了嘛，就是我也不想的，这个东西没办法，就是你控制不住，你知道吧？作为歌手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。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的某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，日常家里的超市啊什么都可以听到自己的歌，会是一个超酷的事情。当然想啦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就是会喜欢哪一首歌，其实很忐忑的啊。有没有希望歌迷能够偏爱你这张专辑哪首歌多一点？哇，这是一个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。很难做一个很准确的回答，但我更希望就是说，大家听到子瑜的专辑叫《子瑜》，也更希望大家能够从这张专辑认识更多的不一样的子瑜，仅此而已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能够理解的，就是情况。我觉得难听，大家都有自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，这个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作为演唱者而言，第一个是需要去吸纳大家对自己的评价，第二个就是其实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本的坚持，不能因为大家所有的建议我就改变。他们说这个好，我就要做这个；他们说这个好听，我就以后就这么唱。那其实我觉得，作为歌手而言，这个会有点忘记初心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记住一个难听的字。不是没有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子瑜就好，我不在乎那个其他的，就是听到子瑜的专辑，子瑜记住子瑜，谢谢。哇，
老想了，你们知道老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家人们老想了。当然想啊！你说这歌出了这么多，然后现在专辑又要和大家见面了，怎么能不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呢？对吧？今年生日许愿的时候，当时就第一个愿望就是，不能说，那一说了不实现咋整？反正就是站到更大的舞台上，然后再是那个大鱼和小11，身体健健康康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23岁是接受，然后挑战，24岁就是为这个目标不断进发，一直努力。我希望在这一年里头，我可以在学习上有所成果，不管是乐器的学习，不管是乐理的学习。其次呢，就是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嘛，真的，我们比你们所有人都要想站到舞台上。哎呀，30岁了，30没关系，30而已。我想问30岁的自己是否还熬得动？反正现在的我肯定是熬得动夜的，还是非常有活力的。同时呢，也很想问问30岁的自己，大鱼和小11体重是不是又重了，手感是不是又变得更好了？同时呢，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了吗？或者是现阶段的自己梦想又是什么？我相信30岁的自己在看到这段文字或者是视频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应该会说啊，对曾经的自己说一声谢谢吧。但我更希望30岁的自己不要回头。最后再邀请你给我们清唱一下第一首即将和我们观众见面的歌曲《游向陆地的雨》。可以啊，我们今天现场的朋友都有耳福了啊！没，千万别！那个啥，我喝口水，我需要喝口水，然后也需要点歌词，因为我这个人在演出的习惯上，可能演出过的歌曲会更加熟悉，现在没有演出的歌曲，歌词可能会我理解，感觉有点小紧张，有点出汗了。Thank you。爽喝，说那么多话，喝点水超爽啊！来了，海漫过脚眼里，开水的鱼缓缓游向陆地，挣脱宿命，不怕搁浅，去不属于他的世界。未来无边极快，窒息的我焚烧眼泪和执着，读荒诞的语言，信古老的誓言，撑不过奇妙的停。躲啊！期待完整版和我们的观众。没问题。希望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能够和子瑜见面。好，非常开心，今天可以在新浪娱乐接受这次的采访，拜拜。